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台湾第三季的 GDP 直接喷了新高，你看到主计总处在11月31号公布的新数据，现在第三季的经济成长7.64%，甚至全年的 GDP 做5望6，这个数字是写下17年的新高，甚至是4小龙之冠。韩媒怎么形容？他说他非常羡慕台湾。那非常羡慕台湾的背后，为什么台湾的 GDP 会涨这么高？这背后当然跟 AI 的浪潮、AI 的红利是有关。你就知道台湾在 AI 的供应链是多么重要。就是因为这么重要情况之下，当今天川习峰会见面的时候，大家都想问有没有聊到台湾问题，两个人都说没有，完全没有聊到。但其实什么？包括了中美两国早就因为这件事情来开战了。我们今天特别找到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在中国驻美的大使馆发上去的。这张照片过去大家都有看过，这是我们上礼拜才跟大家讲，中国用卫星照了竹科的画面，那时候我们形容是什么？文攻武吓。但这张照片在美国眼里，那是赤裸裸的一个威胁。甚至同一时间，你看到中国的驻美大使谢峰，他说他提了4大红线，其中第一条红线就是台湾，再来是民主人权，还有中国的道路跟制度以及发展权利是北京的4条红线，尤其是台湾问题。为什么我刚刚说开战？因为你看完前面这2个之后，你才发现川普跟贝森特最近2个人态度完全改变。川普被问到说，如果今天习近平敢打台湾的话，你会怎么做？他说，我知道习近平在想什么，而且习近平也知道我在想什么，所以他知道今天犯台他的后果是什么。所以今天嘴巴上说没有谈台湾的问题，但双方早就已经开战。而在开战的情况之下，台湾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王瑞德，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志彤，我们常讲，在中美这个峰会 G2 峰会之后，大家说没有提到台湾，没有提到台湾，我说没有哦，他们早就因为台湾问题开战。为什么说开战？我们看到一个人，这个人非常重要，他是美国商务部的前高级顾问一名，而且他是对中国非常知名的学者。他今天在专访里面，他说到一件事情，他说我问了这个川普旁边的官员，川普的官员说什么？他说，其实川普知道，他不想给习近平最想要的东西，这代表什么？习近平最想要的东西当然是台湾。所以川普已经想好，如果你先敢跟我提台湾，我不会给你；但如果你今天没有谈，那也就算了。表示川普早就对于这个题目，他早就准备好了。对，没错。事实上，中美之间好像因为这一次的习近平跟川普见面有点降温，可我跟他讲，现在冲突又准备要开始了。为什么准备开始呢？围绕2个议题，第一个当然就是刚才赵和提到的台湾议题。虽然说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2个人都没有提到台湾，但是呢，台湾变成是2个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重要争夺的这个据点。为什么这样讲？你看中国驻美大使馆，他就直接说有4条红线，美国绝对不准碰。一个是台湾，一个是民主人权，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制度，还有发展的权利是4条红线，你不能够碰这个红线。我希望你的不要碰，好，不要避免麻烦。可是你知道川普怎么说？川普说台湾问题，我不想跟你讨论。对，台湾你是台湾，对不对？你中国是中国，台湾你是台湾。然后他在专访里面接受专访的人，他说的非常清楚啊。他说呢，我认为呢，习近平不会想要打台湾，他很明显知道我会怎么做。第二个重要，这个简单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台湾由我造，你习近平你别想动，而且习近平也知道我会怎么做。你如果敢动，对，你知道后果是什么的。是没错，所以你知道他其实恫吓的意味相当大。所以等于是说，这次台湾问题没得谈。那为什么台湾问题没得谈呢？这又牵扯到中国想要的第2个东西。中国想要第2个东西是什么呢？辉达晶片。对，你看川普说什么？川普的官员就说，原本川普在这一次的这个高峰会之前说，我考虑把这个晶片卖给这个中国啊，就没想到川普的想法，你知道？美国的所有的政府高官都说 no， 不准给。贝森特这样说，然后卢特尼克这样说，葛里尔这样说，美国的所有官员都说 no。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事实上，美国已经非常清楚知道，中国现在有2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一个是台湾，一个是 AI。那为什么我说这2个议题很重要 ？AI 到底多重要？我跟大家讲，我们台湾公布可能第3季的经济成长率有7.64%，大幅超越预期。对，这个今年的这个 GDP 成长是5到6。那为什么这样？因为很简单 ，AI 带动整个。那你要说只有台湾这样，不是？你知道美国也是一样，美国大概第3季的经济成长率大概是2%以上。那2%以上的是什么意思呢？它有1半都是 AI 贡献，所以等于是现在对美国来讲，它也要 AI。那
AI 谁最多？台湾。所以台湾它绝对不可能会把这个利益让给中国。所以你跟你讲，围绕在中国跟美国之间来说的话，这个 AI 的议题里面，其实背后本身就是台湾的议题。所以志忠，现在中国不断在释放出一堆的讯息，包括我们前几天才跟大家讲过的，他们的卫星空照图，把竹科的这张照片，把卫星图全部都拿出来，对我们来说文攻武吓，对美国来说，你在威胁我吗？对，没错。好，我们刚才讲，事实上我们曾经在节目上讲过，最近中国有发出非常多，包括吉林1号拍的台湾的这个空照图。那这个中国驻这个美国大使馆，他也发了这个相关的照片。那这照片里面来说，它有什么？有这个日月潭啊、阿里山啊、台北市啊，这个都很正常，对不对？但是他特别弄了一个叫做新竹科学园区。然后特别标志叫做吉林1号看中国台湾省，然后把这个文章置顶。那美国人看到这个时候，他看到日月潭、阿里山，这个可能对中国来说有特殊的意义嘛？对，台北市这也合理，他要斩首。可是问题你居然抛出新竹科学园区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好，那新竹科学园区抛出来之后，你知道美国的很多专家他就说什么？他说这个图的意思是，你看他这个里面来说的话，包括说像这个 TSMC 的第3厂啊 ，TSMC 的2厂啊，然后 TSMC 的8厂，它这些很多东西在这边。他破这个照片来说的话，我为什么说对美国来说，美国看了会觉得很心惊惊，你知道吗？赵和。因为这个地方里面来说啊，目前全世界的晶片核心就在这边。对，辉达的晶片、苹果的晶片、AMD 的这个晶片，甚至亚马逊的晶片，全部美国晶片都在这边制造。所以呢，他这个意思来说，表面上是针对这个台湾而来，但其实背后这个是谁的这个厂在这边？对美国而来的。对，这是美国的经济动脉。如果我今天动了这里的话，你的经济命脉你就被我斩掉了，你就垮了。所以来说这个。抛出来之后，美国相关人士说：“哎呦，你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特别把新竹科学园区抛出来？所以新竹科学园区抛出来的话，意思就是你这个，如果你真的敢怎样，我真的跟你腿的时候，跟你同归于尽的时候，你也完蛋。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恫吓意味。好，那事实上这些来说，我们就讲最近来说，我不是说。中美之间呢，可能又开始有新一波的不稳定出现。对，为什么这样讲？你可以看，川普呢，他在10月30号从这个川习会回去之后，他接受美国媒体的专访。美国媒体的专访，他就直接就讲非常清楚啊。他说，这个当时记者问他说：“你是不是在北京要独立夺下台湾，要协防台湾？”当然，他就说，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习近平知道后果，他拒绝透露说我会怎么做。他说呢，反正我不会泄露秘密。但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认为习近平根本不敢，而且他说当天根本从头到尾也没有提到这件事。他说根本不敢提。对，他说人们或许会对这件事有点惊讶。好，那这个怎么来解答呢？好，我跟他讲一个解答。解答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是捞夺来收宅时，你会去跟他吐吗？这是我嘿，你不会因为你不敢跟他讲嘛？所以这个其实已经这个所谓高低已经非常清楚。习近平连提都不敢提，因为川普已经直接说你不要跟我提这些事情。那习近平真的就没有提，所以你看这个所谓高低，其实你大家可以看出一个端倪。好，第二个是什么？贝森特回去接受媒体采访说，他也蛮强硬的。他说什么？我们不想跟中国脱钩，但是我们需要降低风险。他们在许多领域自身是不可靠的伙伴。他直接说他们是不是才刚谈完吗？对，但是他们是不可靠的伙伴。他也知道中国谈这些条件，或许他不会做到。然后说我们在1年2年之内要加速前进，我们要摆脱中国在我们这把头上利剑。这个指的是稀土管制。他说我们对中国有最大的筹码，我们能够再次威胁增加关税，就是如果你中国没有做到，我就增加关税。所以接下来12到24个月，我们保有最多筹码。所以看起来的话，事实上，美国虽然说这一次收回来，对，但贝森特的说法是说，我随时可以再对你课关税。他很强硬，他直接说什么？我桌子上已经摆了枪，对，你敢再骗我，我可以再开枪了。对，所以我就说开战了。所以我就说这一次这个协议里面来说啊，事实上美国某些程度还是保有一些弹性存在。好，那当然了，就有这个中国的一些所谓的大 V 就直接在网络上说了，他说什么？这就是什么新时代的马关条约。对啊，你说中国跟美国谈完，中国人民看是什么？这是马关条约，这是不平等条约。好，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就跟他讲，事实上我们给大家说，这是所谓白宫发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事实清单哈。事实清单就是说，这一次中国承诺了，还有这次美国承诺了，我们直接给大家看中国承诺的部分来说，它有10大项哦，那美国承诺的是有4大项，所以就是说，
第一个，你看两个国家到底是谁优谁败的时候，是要承诺做事情的人，当然就是比较弱势的那一方嘛。我们就直观的来讲，他承诺了十大项哦，10大项就比如说像稀土管制啊，然后包括说我都不要啦，然后原本这个所谓最终的所谓通用许可证我也取消啦，对不对？然后芬太尼我会认真的取缔啊，然后我就对你的这个关税我都全部停止啊，然后中国说什么我对你的报复性关税也会把它降低，然后还买这个美国的大豆一大堆哦，林林总总10项。那美国就只有4项，对，所以我就简单来说啦，事实上这一次的谈判里面来说，中国的确是付出了比较多代价，换取美国的这一次川普要跟你见面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就跟你讲，从这些就知道，你看美国来说的话，是在这次谈判里面还是占有上风的。而且你看到为什么是上风？你看到这一段前面10%，美国有4项义务，前面10%的芬太尼关税，这对应的是中国降低了5%。对，好。然后呢，暂停实施这个审查1年，而且对应的是什么？中国彻底取消稀土的管制。对，他说什么？如果今天这件事情真的传到中国国内，对，大家真的都翻桌了。对，所以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实质里面来说的话，对中国来说的话，事实上是比较吃亏，但是这个谈成了嘛，所以显见你看，中国的确是希望跟美国有坐下来谈的一个状况。那坐下来谈什么？我认为他原本是想跟他谈所谓的台湾问题，对，还有谈另外一个就是晶片的问题。好，所以我就说，为什么川普在这一次的到川习会之前，他会释出一个讯号，就说，我可能要跟习近平谈这个布莱威尔晶片。结果后来他出来之后接受媒体访问说，他这次根本就没有跟他谈到布莱威尔晶片。为什么？因为连谈都没有谈。他说，的确我们有谈到辉达的东西，然后他是说他是直接跟中国说，你就直接跟辉达谈吧。但是至于最先进的晶片，我绝不会卖过去。他已经表态啦，他表态说最先进的布莱威尔晶片，我绝对不会卖到中国去。那为什么会这个急转直下呢？因为这样子，你看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然后，川普政府的官员组，然后辉达向中国出口 AI 晶片的计划，它里面来说，在准备跟习近平见面之前，包括国务卿卢比欧在内的高级官员告诉川普，这些销售会威胁国家安全。这些官员表示，此举将增加中国 AI 数据的中心能力，还有反噬美国。所以这里面表态的有，包括说卢比欧，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知道说葛利尔谈判代表，还有美国商务部长贝森特都这样说，所以他们认为说不行。不能这样子讲。而且你看到他说什么？他直接批评非常彻底，他说黄仁勋的言论天真的危险，对你真的不能这样搞。我管你是这个所谓阉割版的，可能是 B20好，是我也不要给的。对，主要是黄仁勋说，我们这个不能够失去中国这个市场啊，而且中国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但你看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国众议院的官员就说，这个是天真的危险。他说什么？AI 竞赛就是冷战，no， 他就说那个。这就要说，如果苏联先美国造出核武器也无所谓一样，所以你就照到其上，美国把 AI 视为是未来最重要的这个2个国家竞争的时候，那当然最先进的晶片是不能够流到中国去的，所以这是美国现在朝野，我刚才讲到。这是众议院是所谓的这个民意代表，然后官员都这样认为。川普虽然说他想卖，但他也没得卖。黄仁勋他虽然想卖，但是这个美国的政界、美国的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这个所谓的民意代表跟政界完全都反对，所以看起来的话他就没办法卖，所以变成是现在中国要拿到最先进的晶片是不可能的。好，那赵尔你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我跟他讲，最近美国股市在创新高。对，美国股市创新高是靠什么？尤其是 AI 股，这吓死人了。对，就是靠 AI 股。AI 股是谁 ？OpenAI。你看 OpenAI 昨天晚上不是又宣布他要在跟亚马逊投资300多亿嘛，所以亚马逊股价大涨。那前一阵他说我要跟微软合作，微软就大涨；我要跟这个辉达合作，我要跟谁合作就大涨。所以现在等于是美国其实围绕在一个美国现在的这个整个经济发展，还有整个股市的发展，就在 AI 本身。对，所以呢，尤其是你看《华尔街日报》就说了 ，OpenAI 是不是正变得大而不能倒？就是 OpenAI 一旦挂掉的时候呢，美国经济好像就挂掉了。他跟这么多人做合作，对，他如果倒的话，骨牌效应，美国的 AI、美国的企业、美国的产业、美国经济是全部都居了。我跟他讲，现在怎么绑 OpenAI？ 现在他跟辉达深度捆绑，对不对？对，他也跟甲骨文深度捆绑，然后他也跟微软深度捆绑，因为微软的这个就提供他这个所谓云端。那他现在又跟所谓的，包括说像 AWS 就跟亚马逊捆绑，然后这个所谓 Google 他也跟他捆绑。然后 Meta 自己在做 ，Meta 是跟辉达绑在一起，因为 Meta 有辉达要跟辉达买很多晶片，然后辉达又跟 XAI 就跟特斯拉捆绑，所以简单来说，现在美国所有的企业都是绑在一起的，对，他们就绑在 AI 上面。那美国的经济成长率现在也跟 AI 绑在一起。
然后现在美中对抗又是在 AI 本身，所以他跟你讲，这就是美国现在在拼的这件事。那你看，美国川普不是就说我们现在全力拼电力，电力又跟谁绑在一起？电力又跟 AI 绑在一起，所以现在美国要拼的就只有一个东西，叫做 AI。那 AI 我能够赢，就好像有点像冷战的时候，当时美苏都在拼核弹嘛，然后拼谁能够登上月球嘛，能够拼谁能够发射。现在就拼 AI， 现在就是拼 AI， 所以我才说嘛，为什么美国的官员会说这是相当的天真？这个所谓这个黄仁勋相当天真而且危险，为什么美国这些官员都会反对出售 AI 晶片给这个中国？所以你可见嘛，美中之间还是在对抗。那美中之间在对抗的时候 ，AI 晶片变成一个核心的时候呢，事实上在 AI 本身后面的 Taiwan， 对不对？也会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我才说台湾本身就有 AI 这两个字，所以台湾的本身就是跟 AI 画上等号。台湾绝对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川普是一步都不会退让。志忠，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件事情，现在如果为什么说 OpenAI 绝对不能够倒？因为你看到，这是英国媒体，它按照微软的业绩去推算 OpenAI，它季度亏损至少115亿美元，但是为什么它股价还是一路这样冲上去？是，如果它倒了，真的就全部都 GG 嘞。对，我就跟你说，他们现在做一个所谓涌动的循环，就是说 OpenAI 投资那么多的公司，虽然说它本身亏损，但它投资那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产业之后，带动股价上涨。那这就是美国目前在做的一个梦，就是 AI 的梦。如果真的这个所谓 OpenAI 能够把这个 AI 的梦实现，或是美国能够完整的把 AI 落地之后，美国就可以快速拉开跟中国经济啦或者国力之间的差距，这是美国现在在拼的一件事情。玉凤，我们刚刚讲过去打的是什么核战，现在打的是什么 AI 战？谁可以在 AI 达到顶峰，谁就可以称霸世界。你看到我们刚刚特别讲，《华尔街日报》报道，他特别写说，你今天 Black Whale， 你辉达 Black Whale， 你绝对不能去出售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甚至阉割版的我也不让你去。然后，另外我们看到现在到底这个情况有多严重？今天竟然有一个新闻出来说什么，微软它的仓库里面竟然堆满了晶片，什么晶片？都是辉达晶片，等于它真的没有办法卖。结果更好笑的是什么？原本不是说不要卖吗？结果今天美国竟然批准了，还要卖给阿联酋了。好，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在 AI 的世界里面有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你有没有晶片，有晶片就有算力。第二个就是你有没有电力，有电力就有国力。好，大家都很知道，那你的算力要找谁？找黄仁勋嘛。对。但是你的电力就很大的问题啊，没电就是没电，跟你数学一样，数学不会就是不会。没电就是没电。好，那 Data 在上一个 podcast 里面讲到一件事情，他就说他买了很多的晶片。你想一件事情 ，Microsoft 他会没有钱吗？我有的是钱啊，我算力找谁？找黄仁勋，找娟生化。买了之后，结果找不到插座，什么意思？我的 Blackwell， 我的 H200， 我根本没地方插，代表什么意思？我没电。没电。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你看哦，微软现在有什么很多的 NVIDIA。的 GPU 闲置，因为资料中心没有电嘛，没有空间，结果呢，他们花了几十亿的 USD 买 AI 算力，却开不了机，这是晶片战争的荒谬现实。什么意思？不管怎么样，我要先买到算力，算力之后呢，我以为我会有电力，结果我没有电力，那怎么办？没有关系，我告诉大家，以后的话，这个地方台湾不管。还是美国，所有的地方都是 global 的。我不能在美国找到电力，我去哪里？我到中东去找电力。现在来讲的话，微软表示说什么？在2029年的7年之内，他去找谁？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投资150亿美元，然后呢，我可以拿你的电力。结果美国政府愿不愿意批准？批准我买的这些晶片全部输出去。所以什么意思？以后大家就不用在美国拼了，以后我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反正你这边有的是什么电力基础建设，你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我们以前都觉得中东最缺的就是基础建设，现在没有了，现在美国必须要去找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然后呢，微软的副董事长 Brad Smith 说呢，这笔投资无论回顾过去或展望未来。最大的一部分都是在阿联各地扩建 AI 数据中心。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种投资满足于当地的 AI 应用需求至关重要。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以后这是新的什么科技殖民？对，以后我们只要把晶片放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在阿拉伯的世界里面，我们有它的电力，我们提供算力，那以后这些算力算谁的？都算美国的。以后不管你要去跟谁租借，你就是找谁？找微软。对。所以呢，微软在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它是一个铺路。你看嘛，我买那么多嘛，啊，你没有电力，我要送哪里？对。所以呢，川普你必须要让我把这些东西送去
阿拉伯世界。所以这也难怪为什么川普最近核电厂给他摧毁了，各种能源摧毁，有晶片没有能量，没有电力，糗大了。你想想看，Blackwell 一个是200万美元呢，结果你买完回来之后，你没有地方，没有办法插，那你该怎么办呢？但是中国也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刚才不是开头讲了2件事情吗？第一个是算力，第二个是什么？电力。对，如果中国买不到 NVIDIA 的晶片，没有关系啊，我自己做，我自己有电力啊，对不对？好，华为的晶片其实好不好用就很难用。很多的中国的科技厂商其实有联名上书去跟北京政府讲一件事情，说不然这样子，如果我买一片华为，或是我买一片寒5G 的晶片，你可不可以让我去买一片 NVIDIA 的晶片？1比1可不可以？但是北京政府、北京当局说不行嘛。那现在来说的话，如果大家都要买华为，都要买寒5G 的话，会遇到怎么一个状况？不管你是逻辑晶片还是你是推理晶片，你都跑得不够，NVIDIA 的那么好，但是没有关系，还是那2个重点，算力跟电力。如果我的算力不行，那我怎么去吸引你呢？我电力，如果有一件事情，我的电力是打5折，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是半买半相送，我电力免费送你，可不可以？现在来讲的话，只要你买华为的晶片，只要买寒5G 的晶片，虽然你 token 能力比较差，对，虽然你比较耗电，但没有关系啊，不管你耗的是15%、20%、30%，我打5折，5折5高吧，5折给你，几乎是等于是打一半的一个免费嘛。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所有的科技巨头，不管是阿里巴巴，不管是腾讯，不管是字节跳动，全部都必须要买中国他们自己国内的晶片，反正买了我的电力就会打折。所以只要买国内的晶片，我就可以打折。尽管我可能要6张晶片才能换到1张 H20，我讲是 H20，不是 B20，H20的效能，但是我给你足够的电力，你就催了，你就对了。所以重点是什么？过去来讲的话，你是电力乘以算力，现在没关系。如果你的算力不行，我电力就多给你一点嘛，你多插几张就可以嘛。所以你看到现在用电价补助科技业，所以在江苏徐州这个地方的发电厂已经做起来了。现在整个中国就是把电力的基础设施拉到最大，这个东西就是基础设施的一个对决，看看到最后是谁的电力赢还是赢算力，反正中国现在就是赌了下去。瑞德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哦，现在中美2国，川普跟习近平说我没有提到台湾，没有提到台湾，但私底下因为台湾问题早就已经开战到底，这代表台湾的重要性。而最近我们的政坛都在吵一件事情，你美国的 F-16V 到底要不要给我啊？这样吵几天之后，今天竟然有一个新闻出来，我吓呆了，洛克希德马丁。他竟然回应了说：“哦，我会赶快给你，我会赶快交去给你。”过去发生这种事情，人家根本不会甩我们的，这次真的变了。没有错。那么事实上，我觉得啊，那么借由包括台湾执政党跟在野党的合作，在 F-16V 延宕交货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大家硬起来，对不对？对。洛克希德马丁跟这个等于美国，事实上背后代表的就是美国啦。然后问题是，这是有回应有回应，以前甩都不甩你啊。对，以前你怎么讲啊？延宕美国交给台湾的这个武器呢？我们采购的武器延宕又不是3天2天的事情了嘛。刺针飞弹买多久了，然后都没来嘛。我们台湾第一批500颗的刺针飞弹来是美国在去年用这个军援法案先拨给我们的库存嘛。那事实上我们自己买的都没来啊。250枚，海军陆战队的跟这个等于买的500枚到现在都没来啊。但是问题是，以前就算没来，你又能怎么样？你讲人家不理你啊？这次不一样这次马上跟你讲说，没有问题，我们1天20个小时在赶工，2班制在赶工，我们在赶工，我们在催了。对美国人来讲，这已经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更何况是洛克希德马丁，因为我们知道嘛。台湾就是靠雷神、靠洛克希德马丁这些公司，那么所生产的军武，我们大概跟美国买的就这几项嘛。目前为止，事实上包括刚刚讲的66架的 F-16V 啊，其实已经交货了60%的相关的货款，但是我们扣下了另外40%，这另外40%扣在这个台湾在美国联邦银行的账户里面，而且每多放1天，利息我们就增加，我们自己的利息我们自己赚啊，我们利息是自己的，为什么呢？现在决定。不交货，我们就不付了。以前台湾政府没有那么叫小家伙啦，不交货，然后呢，那么不履约，那我们就不给钱，没有，以前不可能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件事，除了这些相关的这个军购的东西之外呢，美国的国防部长现在叫做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对，赫格塞斯，我跟你讲，当时他在讲话的时候。
外媒不一定有特别的感觉，但是他是有史以来美国的国防部长第一个在访问韩国的时候讲出这句话，是什么呢？他这10年来啊，他是这10年来第一位国防部长呢，到了这个北纬38度线呢，他到板门店的时候，到板门店特别去看。那大家都知道他是记者出身嘛，对不对？他也是非常力挺这个等于说相关的极右派嘛。他来了以后，那么讲有关于南韩呐要如何跟美军那么一起合作来对抗北韩。他巴拉讲了以后，他突然丢了一句话。那么美军在南韩的相关，在韩国的相关的这个任务啊，包括协防台湾。他说让美军的任务更有弹性，其中就是协防台湾以及抑制中国武力的扩张。过去我们谈第一岛链的时候，事实上很多人都忽略掉了韩国。我们第一岛链通常都会从哪里开始谈啊？从日本嘛，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啊，这个叫第一岛链嘛。事实上，它的那个锁头其实在南韩啊。为什么呢？不要忘记哦，离中国最近的那个黄海战场最近的，事实上就是南韩。所以这次呢，那么这个美国的战争部长直接跟你讲了。从最北的那么南韩上面的美军，一直到日本，一直到菲律宾，巴丹岛距离台湾有多近啊？飞弹都打得到。你们想想看，整个巴士海峡，一边是菲律宾的巴丹岛上面的飞弹是美国的，对，美国可以发射标6飞弹跟战斧巡弋飞弹的这个发射区，全部都运到了巴丹岛。然后呢，紧接而来，另外一边当然是我们台湾嘛。对，我问你嘛，什么叫犄角？《三国演义》里面常讲到犄角什么意思？两边靠住嘛。问你南北两边靠住的情况下，我问你，你的船队如何进出这个？出不去了，南北夹杀。不要说你的船队了，你的飞机如何进出嘛？他们不是都在讲这个，然后中共都在讲说他一天到晚越过海洋，东西很了不起，很屌，很干嘛吗？你知道吗？这66架的 F-16V 啊，那么第一架在5月，那么等于说已经出厂了，这个现在还在校正等等啊。这一架飞到台湾的时候呢，会由美国的本土直接飞到我们台东的制航基地，加油大概10次左右，会有美国的飞行员来驾驶。那么事实上，如果是2座的话呢，后面那个一定是台湾的。对。那么过来以后，全部66架，请问为什么全部放在台东制航基地？因为这66架。不好意思，你们的歼20号称逆中战机，我们这66架的 F-16V 全部雷达都做得到。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